如你所见，这是一台路特斯，一眼就能看出它有典型纯粹的超跑味道。面对这样的车，相信很多人都会心潮澎湃，而我的感受却是，我不想开它。因为众所周知，路特斯除了在赛道上，其余时间开起来都只有难受。抱着勉为其难的心态，我还是把它从车库里开出去，溜达一下，看看它值不值得我多开个几分钟。结果，惊喜就来了。一般的超跑一开上来的头几分钟是特别不自在的，什么都要适应。但是这台 Eroa GT410一开上来头1分钟，真的就是1分钟就把我惊到了。因为这部车好顺啊，一起步那种动静，速度提起来那种换挡那种声音，都相当的顺。这种感觉远比我想象中的路特斯要好得多。这还是像卡丁车一样的路特斯吗？不是了，因为 Eroa GT410 在路特斯的家族定位里是 GT 跑车，是更加讲求舒服的。所以它用了一个自动挡，还是 AT 变速箱，可以很平顺的处理动力输出。底盘舒服的功劳要归功于它的 Bilstein 避震。这个牌子的避震呢，除了能跑纽北，还能很好的处理这些震动。不仅是舒服，还挺文明的。它的门槛经过特别的优化，进出驾驶位比绝大部分的超跑都要方便。坐进去也没有顶头顶脚，放眼看去，车厢的很多地方都铺上了手感出色的真皮，看得出它很努力的向现代化靠拢。中控台的彩色屏幕虽然界面有点土，但它有蓝牙电话和音乐，还有倒车影像。空调虽然是手动，但制冷效果堪比日系车。在广东的夏天，我只要开1档风，都可以冷得起鸡皮疙瘩。当然，这些都掩盖不了它是一台路特斯的事实。路特斯就是不实用的，也是粗枝大叶的。车厢里虽然前中后都有储物格，但能放的东西非常有限。整个车厢虽然堆了不少皮料，但杂乱无章的造型还是充满了廉价感和玩具感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这部车只要一动起来，它的机械带给你的那种精准美妙，完全可以掩盖你肉眼看到的那些粗糙。它的方向盘是有助力的，但是转动起来那种紧致的虚位和精准的比例感，就跟那些没有助力的方向盘非常的相像。它的发动机是一个3.5升的大排量加上机械增压，所以油门的比例感非常好。用这个油门的深度，你可以控制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很精准的输出，而且还可以控制它的声线。你知道吗？我刚才转速只用到了3000多转，还不到4000转，所以在日常的道路上开这部车，我其实是战战兢兢的，真的有点负罪感。不行，我得把它带到一个真正可以翻云覆雨的地方。声音太爆，在日常道路上我是根本不好意思全踩这台车的油门，但来到赛道上就无所顾忌了，让排气的阀门完全打开，油门到底，怒吼吧！
起来有点违和。Eroa 的发动机其实是来自丰田，在音质上它没有保时捷那种粗犷，也没有法拉利的高亢，更多的是一种细密醇厚。但论声浪水平，它又显示出超跑应有的雄壮和凶悍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声线和转速永远精妙配合，就像一支交响乐队。所以开这个车，你听声音就可以了，连仪表都不用看，完全可以通过声音知道车子处在什么状态，发动机在做什么。而且在发动机舱里有一个小小的阀门，当你的油门一踩一放的时候，那个阀门也会在那里跳舞，非常有仪式感。我一度怀疑它用的是那种最古老的拉线式油门，那个东西其实不是油门，那只是机械增压的一个小阀门。之所以用机械增压而不用涡轮，就是为了让它的动力可以变得非常的线性。比如说这一段的 S 弯，过弯的过程中，你向油门施压，你可以感觉到转速的变化，油脂带来的那种动力的线性的增加。而这种线性增加呢，它又会改变车的动态，让这个车越出弯越有劲。力量和精准是跑车的两大流派，大家都知道我是比较钟爱后者的 ，BRZ 就是精准的代表。但是 Eroa 它不但极致精准，它也不缺力量啊。虽然说它的瞬间爆发是没有那些涡轮车那么强，但是毕竟排量即正义啊，这个车有3.5升加上机械增压。去到4000转打后，它还是可以带你进入一种非常狂暴的状态。太快了！其实这个年头跑得快的超跑已经很多了，光论绝对速度，我怀疑这台 GT410还比不上新一代的保时捷992。更别说法拉利、兰博和迈凯伦，但 GT410带来的那种速度感，却要比那些主流超跑刺激很多。玩游戏机、玩模拟器，给你400匹、1000匹、4000匹，你都不会有这种真实的沟通感。因为它快起来，那种动静、那种沟通。真是太真实了。这里的精粹并不是推背力的大小，而是手和脚的感觉。脚下感觉说的是刹车，这个车用的是一套 AT Racing 的卡钳，不但刹车力强，而且它的 ABS 的介入很晚，所以在重刹极限的边缘，你还是可以用刹车踏板的深度去控制刹车的力度。这个刹车跟我开过的那些一流的赛车，脚感上都有的一拼，很有信心。手上说的是转向，这台车的转向呢，不仅让你感知到前轮，还能让你感知到后轮，因为它的车身完全是一个整体，前后轮是一起作动的，造就了这部车非常一致的整体性格。这就是 Evora 的气量、气度和力量。它绝对是一部懂性能、懂操控的跑车，是由用心之人精心选料调配出来的好酒。当然，好酒也有分纯酒和烈酒。路特斯一贯是烈酒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。这台堪称闻名的 Evora 也没有例外。作为纯种跑车，它的稳定系统也可以全关。这时你就可以感受到开 Eroa 最大的一个魅力所在，那就是4轮转向。
前轮负责入弯，管好你的方向，感知一下前轮的抓地力。好，感觉到前轮到极限的时候，顶着油门，后轮就会开载。我觉得全关状态下的 Erova 更加的跟我的整体连为一体。你看，哇，加点动力，腿部出去，哇！开赛道的确很尽兴，但如果我真的拥有这台车，我不会只带它去赛道，我会和它去做一些更有仪式感的事情。可能还是很多人一看这个样子就觉得这个就是个赛道车，日常买来没有用，真的要去试一试，要去开一开，就像普通人都应该来试一试这个车。但试完这个车再去试保时捷，可能答案又很鲜明。保时捷还是比这个车有价值感很多啊，718比它也便宜，又比它精致，声浪啊、性能啊也不比它差。就是没有它那么纯粹。顶级的东西，所有东西都是顶级的。你买个保时捷，你买个法拉利，品相顶级，品牌顶级，做工顶级，价格也是顶级。但是这个车，我觉得200-300万的性能和驾驶乐趣真的有200-300万，但是只要你100万，降为公斤。这其实是我们挺梦寐以求想要的车，但是想要的人都买不起。不是我一成不变，只是这个世界都太善变。我追求那份原始的美好，把它捧在手心，不离不弃，哪怕很多人已经不再懂得珍惜。